我老公死了，死在驾车去九寨沟的路上。跟他一起去的是他的下属葛爱霞，她是我的好闺蜜。交警跟我说，他们行驶过程中接吻，导致越线行驶。我笑了，笑得涕泪横飞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家里陪女儿做作业，小学3年级的孩子，很多题目看不懂，我一点点地讲给她听。一个陌生的男生，你是傅月生的家属吗？我是交警队的。我的心蓦地收紧，指甲掐到肉里。交警说傅月生越线行驶，跟迎面而来的大货车相撞。他们调出监控，看到他跟副驾驶的乘客。对方停顿了一下，再说话，有些吞吞吐吐。主驾驶人跟副驾人在接吻，没看到对向的车，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。他迅速往右打方向盘，他就撞上了。他将生的希望留给了葛爱霞，直到挂断电话，我的头都是懵的，人是木的，耳边不断盘旋只言片语。他们在接吻，主驾驶人现在在抢救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。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傅月生已经死了，抖留一个冰冷的身体。婆婆匍匐在地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公公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涕泪横流。我呆呆地坐在傅月生旁边，人在极度悲愤的时候，眼泪是往心里流的。傅月生死了，而且还赤裸裸地告诉我他出轨了，出轨对象是我的好闺蜜。我自以为是的幸福婚姻，原来是个笑话。跟我交涉交通事故事宜的保险人员，估计是被我咧嘴惨笑的样子吓着了，轻声问我：夏女士，您在听吗？我回头，目光空洞。没事，您继续说。盯着他嘴巴一张一合，我脑袋嗡嗡的，就像江湖一样，只有最后那一句赔偿金额高达150万，把我砸清醒。我苦笑，傅月生这件命可真值钱啊，150万啊！我一个小公司的普通职员，不吃不喝都得干20年多才能赚到。这几年，傅月生老说公司创业经营困难，哭穷哭难，很少给家里钱。我自己起早贪黑打工，一个月挣不到5000元，对付家里的柴米油盐，人情往来，还要养女儿。想着他创业不容易，自己省吃俭用，苦苦支撑。如今他用命给我换来了巨款，我却只想哭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这是不是他欠我的？老天要他还我。那一瞬间，觉得自己跟傻逼一样，还单纯。傅月生出轨了，我居然都不知道。我就是个傻子，任劳任怨的给他生儿育女，陪他熬过低谷，陪他东山再起，还给闺蜜牵线搭桥，安排在他那儿做会计。他们风流快活，我还被蒙在鼓里。葬礼那天，傅月生烂泥一样的身体被专业化妆师照着生前的样子重塑成型。我看着他睡得安详的模样，很想踹上2脚。畜生，王八蛋！我知道人生充斥着猝不及防的相遇和蓄谋已久的离散。我是10岁女儿的盔甲，我得打起精神来面对。傅月生下葬的第2天，婆婆电话打来了，婆婆哭得稀里哗啦，悲痛欲绝。夏季啊，月生他命不好啊，说没就没，你放心，从明个起，我去帮你带孩子，不会让你有太大的负担的。若是以前，我可能会感动一下。婆婆生了2个儿子，老大傅月生，老二傅想生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父母疼幺儿。婆婆就把这句话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我生女儿的时候，父母不能帮忙，自己又不懂，当时求婆婆帮我带带孩子。当时傅月生刚创业，忙得脚不沾地，还欠一屁股外债，
所以就想着，要是婆婆能搭把手带孩子，我也能出去多赚钱，缓解经济压力。婆婆当时直接拒绝，想生的儿子才3个月，我哪里走得开哟？我知道想生家生的是儿子，我家生的是女儿，婆婆摆明了重男轻女，不待见。咬咬牙，我索性自己带孩子。好在傅月生生意有些起色，慢慢赚了些钱。他不让我插手他的生意，说2个人管理容易乱。我相信他。女儿3岁以后自己找了份私企清闲的活，方便接送孩子，照顾家里。后来葛爱霞下岗哭哭啼啼，我同情她。正好傅月生那的会计走了，她就去那当会计。我给她介绍工作养家糊口，却不成想把她介绍到自己老公床上去了。偷情这种事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讲究个你情我愿。说白了，2个都不是好东西，所以傅月生出车祸死得稀烂，我就是开始哭得撕心裂肺。后来愤恨大于伤心，眼下婆婆主动示好，无非是盯着150万的赔偿款。当天保险理赔员说出150万时，我分明看到婆婆眼里闪过一丝金光。一个人突然对你无比的好，背后应该是有条件的。再说女儿大了，我可以自己照顾。妈，不要紧，我忙得过来，你们照顾好自己。不管婆婆说什么，我都婉拒。打了半天太极，婆婆看我不上道，直接开门见山了。夏季呀，月生是我养的，她这一走，我跟你爸无依无靠，那赔偿款就是我跟他的养老钱了。说得声泪俱下，我心里那个气。婆婆公公有退休金，哪里存在养老的问题？她觉得我生的是女儿，她分明是捞钱给想生的儿子。傅月生死了，撒手不管，活着的人还得过日子。我女儿还要读书生活，钱可以分一点他们，但不是现在。想到这，我尽量轻言细语。妈，妞妞以后花钱的地方多，再说钱也没下来，你养老金不是有吗？电话里的婆婆怒气冲天，声音直接砸了过来。月生是我儿子，养老送终是他的责任，他走了我拿赔款天经地义。赔款没下来，你不会去催吗？你不要跟我耍花样，你年纪轻轻，好脚好手，可以干活养活自己。我儿子拿命换来的钱，你凭什么霸占？这话就像刀子一样，扎得我心肝肺都痛。他付月生拿命换来的钱，我不是拿命给他生女儿，到头来他出轨撒手人寰，我还得面对接下来的漫长人生。以前还看傅月生的面子，婆婆是她的妈妈，维持家庭和谐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跟婆婆从没红过脸，再大的气我都忍了。现在傅家都拿我当傻子，傅月生临死还恶心了我一把，光脚地不怕穿鞋的，大家一起毁灭吧！我忍够了，我捏着拳头，声音提高了：催催催！你不晓得自己去催，你眼里就只有钱。你儿子死了，你一点都不伤心，你有没有偿心？是你儿子对不起我，不玩女人怎么会出车祸？我不欠你们傅家的，我告诉你，就算赔款下来了，我得拿大头。你要是不服，你就去告我呀！我啪啪啪说完，挂断电话，扶额头疼。电话不依不饶的响，一看就是婆婆的来电。我心想，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行，你们傅家想急我的命，我就要你们的命。我懒得理，认电话自己想够了，然后无声无息。看来傅家盯上这笔赔偿款，随时可能撕破脸。这是一场硬仗，我得认真筹划筹划。女儿这几天乖得让人心疼，早早的睡了。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刚睡得迷迷糊糊，电话又响了，我妈的电话。季啊，听说月生有150万赔款。我一怔，钱，
都开口问钱，谁关心过我？我现在丧夫加背叛，双重打击。想到这，我答得有气无力。是啊，刚我婆婆还打电话斗狠，要拿钱，凭啥给她？我妈在电话那头叫了起来，她是她活着的妈，有法律规定的。我对她，不行，我明天到你那住着，省得让富家欺负你，娘俩个有个照应。我妈说，那下学的2个牙怎么办？我问，让他们自己管，我明天就过来。我妈不容分辨，挂了电话。也是，我现在一堆的事，千头万绪，我妈过来多个帮手，起码女儿有人管。我妈养了我和我弟2个孩子，自从我出嫁，他们一心帮弟媳带孩子，很少来家里走动。我知道我妈重男轻女，不管怎么样，眼下她能来，我正好可以放开手脚，给付月生善后。涉及利益的事，我妈执行力超强。第2天上午，我妈就到了，跟她一起到的还有1个人，我婆婆。2个老人前后进驻我家，一人占据1个房间，我都气笑了。孩子小的时候，我求爷爷告奶奶，要他们帮我带孩子。我婆婆对我说要带想生的儿子，我妈哭难，说弟媳妇啥不懂，她要照顾孙子。现在我女儿大了，他们却上赶着的过来，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钱真是个好东西，哪怕是没到手的钱，让我家人气爆棚。我妈气得暴跳如雷，跟我说，你婆婆儿子都死了，满心满眼只有赔偿款。记啊，这赔偿款你必须守住，那是傅月生欠你的，绝对不能便宜别人1分1毫。我低头，嘴角勾起一丝苦涩的弧度。我家就小3室，一下住进2个妈妈，女儿都没地方住了。我跟婆婆说，我妈暂时留在这照顾女儿，让她回去。婆婆竟然不走，最后逼得我直接说，赔偿款没下来，即使下来了，你不要以为可以拿多少，我女儿也是傅月生的责任。婆婆一听，跳起来了，你敢？我儿子拿命换来的钱，跟你们有啥关系？我是他妈，血缘关系。我气得发抖，正待反击，我妈冲出来了，你儿子害我姑娘一辈子，这么年轻孤儿寡母，你要钱去死啊！你还欺负他！一边说，一边朝我婆婆挥着扫帚。我妈1.7米，块头大，在小个子婆婆面前绝对秒杀。婆婆节节败退，只得走了。走的时候撂下狠话，不怕你们狠，我儿子的钱我肯定是要的，一物降一物。这下好了，我轻松多了。我咨询了律师，律师说配偶和父母都是第1序位受益人，婆婆要分赔偿款，从法律的角度是可以分的，但是在傅月生的债务之后。我这才记起傅月生有自己的公司，公司经营情况我一无所知。葛爱霞是会计，她肯定清楚。原配还得跟小三问老公的资产债务情况，我觉得既讽刺又悲哀。知道葛爱霞是小三，我妈脸上浮现狠昵，贱人，她忘恩负义。她那时候下岗，没有收入来源，穷得叮当响，不是你搭救她，她喝西北风去。呀呐，我妈一声的哭了起来。天杀的傅月生，害我女儿一辈子，我的乖乖哟！我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。我现在是敌人环伺，孤立无援，只有娘家这边可以依靠。按律师的建议，我找了个注册会计师，带着他接手葛爱霞手里的账目。葛爱霞身上软组织挫伤，在医院躺了1周。看到她的时候，她一副大病未愈的样子，显得有气无力。葛爱霞近看还是很漂亮的，浑身散发着娇柔美。看着她，想起交警告诉我主驾驶人跟副驾在接吻，我就出离愤怒。这2个月来，我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心痛，葛爱霞却并未出现，我累得半死，无暇顾及她。
她堂而皇之的在这里上班，装柔弱给谁看？我扬起手，迅速而决绝的左右开弓，啪啪几声，我的手都扇得发麻。她的脸红肿，她一动不动。办公室几个人围上来拦我，我挣扎着冲她吼：“贱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和他一起出车祸，他死了，你却活得好好的。我怀疑是你故意害死他，你就是一个破坏人家家庭的小三。”面对我的张牙舞爪，葛爱霞半点不慌，她缓缓起身：“我害他？谁害我？我怀孕了。”我一懵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旁边几个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大气不敢出。我怀了傅月生的孩子，刚查出来的。他打开抽屉，拿出一张纸摊开在桌上，我拿起，上面写着早期妊娠。我浑身颤抖。傅月生啊，傅月生，缺德带冒烟的玩意儿，你撒手人寰，现在搞大别人肚子怎么办？赔偿款还没到手，现在又冒出私生子，我感觉一场大戏即将拉开序幕。过了不到5分钟，我迅速让自己镇静下来。2个月的时间，足够让我变得麻木、冷静和理智。哪个晓得你怀的谁的野种？不要胡乱讹人。他一脸淡定，哼，生下来就知道了。我盯着他看，素面朝天，憔悴不堪，脑袋电光火石一瞬。我突然想到，婆婆虽然不待见我，但她更痛恨小三，尤其是即将到手150万。此时她和我利益一致，必须站在同一阵线上，齐心协力对外。注册会计师梳理账目去了。我抄起手机就给婆婆打电话，听说傅月生是和葛爱霞接吻导致撞车的。婆婆气得破口大骂，再说怀孕了，婆婆更是暴跳如雷。不到半个小时，外面就传来婆婆骂骂咧咧的声音：“不要脸的，是你害我儿子的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你害我白发人送黑发人。”婆婆一把把葛爱霞拽起。婆婆不太识字，但她痛恨小三，何况是害她儿子丧命的小三，当场就哭得稀里哗啦，嘴巴疯狂输出，要多难听有多难听的话，手也不闲着，拼命连抓带挠地打葛爱霞。出轨的男人就像一坨狗屎，死了活该，小三更是该打。整个过程没人扯开婆婆，葛爱霞被婆婆推打了出去，十分狼狈。婆婆倒在地上嚎啕大哭，知道儿子出车祸都没这样哭。这个时候知道儿子出轨，而且被小三害死，以前以为是天灾，现在发现是人祸，这才是真的难过伤心。我指挥几个人抱起婆婆，把她放在轮椅里，花白的头发耷拉在她脸上，沟壑纵横的脸更显老态龙钟。她蜷缩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精神垮了。我一路把她送回家，不成想过了2天，婆婆竟然把葛爱霞接回家住。葛爱霞短婚未孕，一直一个人。听傅月生同事说，是葛爱霞找到婆婆，说她怀的是个儿子。婆婆心思开始活动了，给儿子留个根是爹爹婆婆一起商量的，他们准备接纳儿子的一父子。我知道后气得发抖，看来得背水一战。我妈更是气得破口大骂，休想一个小三登堂入室，老婆子活糊涂了。我明天找她去，看她要不要脸。我婆婆这个人不识字，认死理，估计难得说动她。另外背后还有公公助力，看来只能我妈出手了。把女儿送到学校，我就带着我妈到婆婆家。葛爱霞在婆婆客厅坐得端正得很，婆婆给她拿的葡萄在吃。看到我们进来，婆婆眼里闪过一丝慌乱。亲家，这个是谁呀？我妈也不坐，指着葛爱霞问婆婆。婆婆支支吾吾，半天不说话。爹爹干脆躲到房间去了。葛爱霞见势不妙，端着葡萄想回房间。我妈喊住她：“你站住！
你害死我女婿，害得我女儿年纪轻轻守寡，你还我女婿命来！”说着就往他身上撞。婆婆看到了，赶紧去拦。葛爱霞吓得乱叫，眼泪直流。我想起傅月生的好，更多的是他的坏，哭得稀里哗啦。我妈冲到婆婆厨房，一手拿着洗菜的不锈钢盆，一手拿着锅铲，冲到楼梯口，大声哭喊：“反天了哇！小三害死我女婿，婆婆还把小三养起啊！我造业的姑娘啊！”正是早上锻炼的时间，铁盆一敲，楼下的街坊都围上来。我妈一五一十把婆婆的所作所为讲一遍，我从旁添油加醋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几个街坊上前训斥婆婆，有人更是义愤填膺，说违背公序良俗，做事昧良心。婆婆跌低眉顺眼，坐在家里，脸上挂不住。葛爱霞躲在屋里，我妈不依不饶，敲着盆喊：“害人的小三给我滚！有多远滚多远！”葛爱霞只好落荒而逃。自此，傅月生出轨和小三一起出车祸的事，在婆婆院里传开了。婆婆羞愧难当，无心管葛爱霞。1个月以后，赔偿款到账，我把属于傅月生的东西准备全打包好扔了。我要将这个男人完全的扔出自己的生活。正在清理衣物的时候，婆婆和傅响生进门了。婆婆说：“夏季呀，听说赔偿款到了，怎么分呢？”我一字一句：“妈，这是留给傅月生女儿的养命钱。我孤儿寡母，傅月生公司欠一屁股债，你有退休金，还盯着这钱干嘛？”婆婆说：“响生做生意，你给他50万，我就不要了。”我说：“借不是不行，写借据，他的房子做抵押。”傅响生跳了起来：“我哥不在了，以后你们还不是依靠我们？做事怎么这么绝？”我冷笑：“依靠？当初我生孩子需要帮忙时，妈你帮了吗？没有吧？我自己熬过来的。我依靠傅月生，结果呢？我现在只靠我自己，只相信钱，其余的我一概不信。我态度强硬，我不可能当冤大头。”婆婆恼羞成怒，吼我：“你凭啥一个人拿我儿子的赔偿款？你没资格！我要是没资格，人家凭什么把钱打进我的卡里？你们见钱眼开，真当我是傻子蠢货吗？”自从傅月生死后，我知道必须自己做自己的盔甲。我豁出去了，谁都不怕。婆婆骂骂咧咧走了。注册会计师跟我说，有几笔账很蹊跷，有一个下游公司有几笔大额往来账，没有实际业务，只有倒账。查了一下，对方公司法人竟然是葛爱霞。看这情况，傅月生给葛爱霞花了不少钱。那天我气得发抖，真想把傅月生拖出来打一顿，可惜他死了。难怪网上的段子说，老公的钱你不花，自然有小三来替你花。我以前嗤之以鼻，觉得这些都是毒鸡汤，现在才幡然醒悟，这些毒鸡汤是别人痛苦的总结。他葛爱霞凭什么用我跟老公的共同财产？这些钱我一定要追回来。这一回我死磕到底。我把葛爱霞起诉了，起诉她侵占我婚内财产。而也是在这时，我收到了律师函，婆婆把我给告了，算是公开宣战，要和我抢赔偿款。我淡定地将律师函拍照，然后发给自己的律师。我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开庭那天，我和我妈去的，婆婆那边，婆婆公公、傅响生都出席了，做梦都没想到，我跟自己公婆会对簿公堂。我心如刀绞，眼泪瞬间就流了出来。在庭上，我把傅月生出轨、几年不交钱给家里、公司欠债的情况说了一遍，说得涕泪横飞。婆婆最后尴尬地坐在对面，一声不吭。一审宣判，傅月生的资产理应由我接手，婆婆最多是拿到养老费，
律师找到葛爱霞，跟他谈，如果证据确凿，他作为公司会计挪用公款得判刑。他主动把钱退了，孩子打掉了，没有钱的倚仗，葛爱霞拿什么养孩子？再说她跟傅月生又能有几分真心？婆婆大病一场，我跟傅响生两家轮流照顾。不管怎么说，她是妞妞奶奶。那以后，婆婆绝口不提赔偿款了。我知道前行的路很艰难，为了女儿，我一个人也应该走出千军万马的气势。活在当下最重要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